战关键时刻，今天全球震撼的金融消息不是美股跌了，而是什么？你看到大卖空的原型 Michael Burry， 他今天他说我的基金完全不做了，被人家形容什么？他不玩了，他直接解散了。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奇怪。今天 Burry 怎么讲？他说我对证券价值的评估，现在以及过去一段时间都无法与市场维持一致，这让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你不是知名的卖空，在全球卖空非常有名的人吗？你为什么今天对市场突然的不稳定？难道你的对手有这么强吗？他的对手难道真的是市场吗？不，他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他，川普。原来川普现在在 AI 上面他是做多的王者，而为什么要做多？因为现在 AI 不单单只是市场。它根本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大国竞争。股市大跌的时候，空头投降了，但是他不是投降对市场投降，也不是对空头投降。你知道他对谁投降吗？对大国之间的竞争，为大国投降了，因为打败他了，是大国正在大竞赛，谁输掉这场 AI 竞赛，谁就会整个国家会输掉。所以国家的命运是系于这场 AI 的战争，所以他不是输给谁，不是他看错市场，而是他没有办法对抗美国这个重要的国家，或者是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他就是一定要赌赢这场 AI 战争，这是国家的战争，他更不能输给谁？不可以输给习近平，因为习近平正在全力做多中国股市，甚至我不买美国的晶片，就是代表我中国 AI 不会输给美国嘛。所以他现在怎么可能？川普让 AI 崩跌，让股市跌下来，他输的，他不是输给贝瑞哦，他知道说输的是谁？最不能输的就是习近平，美国。也不能输给中国，因为输了美国就存完了。所以今天市场大震撼的是，这个贝瑞他曾经在2008年金融大海啸的时候预测说房地产会泡沫，结果他赢了，还被人家拍成电影说他是全世界最会看空的人，就是大卖空的主角嘛。电影的英雄麦克贝瑞，所以他这一次看空什么？看空帕伦泰尔，看空这家美国的 AI 最著名的公司。再来就是我们的辉达黄仁勋，他放空这2家公司哦，然后开始放空它，而且一路撑了2年。结果他这2天竟然突然宣布一件事情，他说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诉大家，我要清算资金，要把钱还给你们，你们本来押注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来放空美国股市。结果他现在投降了，大空头投降，股市大跌的时候，因为股市真的在大跌，辉达在大跌，帕伦泰尔在大跌，结果他竟然说不玩了。我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没有办法跟市场一致，但是我现在只好把钱还给你们。对，虽然我会继续放空，但是对不起，我不玩了，投降了。我们真的很难看到一件事情 ，Barry 他是这么有信心的人，他已经厉害到连电影都去拍他了。他放空一定有他的本事在，他观察一定非常细。结果你看哦，怀着深深的感谢，也带着歉意，祝福各位未来的投资一切顺利。尤其他承认自己错，他说什么？我无法与市场维持一致。你看走眼了吗？这太罕见了吧！他输了美国这个最重要的 AI 梦嘛，所以他看到什么？他其实这次他特别在自己的 Twitter 推出什么照片？这就是电影他的剧照嘛。他告诉别人他当年多么的辉煌，他是很成功啦。而且他也真的看到 AI 泡沫，他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泡沫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就是真的去压住空头嘛。他说，有时唯一的制胜之道就是不参与其中。他这句话又透露型玄机哦。除了市场是泡沫之外，他可能也看到大国运作的轨迹、大国战争，所以他可能不敢参与这件事情。那他本来是看空了所谓的帕伦泰尔，所以帕伦泰尔的执行长还跑到电视去骂他，说：“这个人简直是疯了，他的行为真的非常的恶劣。”如果事实证明是错了，那我会非常愤怒。对啊，所以法兰蒂尔他气炸了，直接骂他，你已经疯了是不是？对，既然这个时候 AI 最重要的时候，美国全力在发展 AI 的时候，既然你说要放空、看空我们，而且要做空它的股票，所以他真的去压住下去了。他还指出来什么？他真的发现一些猫腻跟所谓的泡沫在里面。他指出来2020年的时候 ，Meta 啦、Google、Oracle 这些公司它电脑折旧时间，我用电脑来通俗比喻啊，他们设备折旧时间大概都是3年、5年、3年左右。对，那所谓的电脑，你的手机大概能用几年？你的 AI 伺服器能用几年？本来3年就要全部打掉换一批，所以这个叫折旧，你要认购新的，每年要认购，每3年就要认购一次。结果你看这几年，他们突然做一个猫腻是什么？他们突然把现在折旧时间延长到6年，你看，都变成了6年最少。来，你看到这个5年1/2，等于是5年半嘛？5年半，6年。
6年、5年，等于是什么？跟一开始这个3年比起来，你的手续费怎么变得你年限拉高了，拉长了，你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用这么久？而且你还大量采购东西，你在掩盖什么？你在掩盖说你可能会少报1760亿美金的折旧，就是你换新电脑的钱。你这样一找把这个钱省下来之后，你才骗别人，你让你的获利变得更加好。他特别举出甲骨文跟 Meta 脸书，他们的获利可能都藏一些垃圾债券，甚至股价被高估啊。看法没有错，市场也确实认定这件事情，不过他现在退出了啊，然后他也承认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本来放空，市场都传说他放空帕伦泰尔这家公司放空9亿，结果他现在承认说他其实是放空920万，1%，没有大家想象的放空那么多，所以他本来很生气嘛，现在他只放空900多万美金，其实金额也不大，那代表怎样？他真的会怕这件事情。AI 是泡沫没错，但是有人有很大力量把 AI 这个泡沫给撑住了。对，一定要带头做多，甚至要让整个空军熊市完全把它打翻。那是谁？其实是全世界最有力量、最有炮的人，叫做川普嘛。他现在又要办白宫晚宴了。不过这次办白宫晚宴是谁？因为股市都在大跌，那一定要靠什么？把钱引进来，对，那谁有钱？华尔街这些金融大咖有钱嘛，所以上次他邀了一大堆科技大佬来吃饭，这次换谁？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再来是高盛的 CEO 来了，再来是摩根士丹利。CEO 也来了，再来是纳斯达克的执行长，还有黑石，这次完全找的是华尔街的大咖，就是这些人最有钱的人，通通都来了。而且他还很聪明哦，他还把他们的死对头给踢出去，像美国银行就没有被邀到，他们的对手把他邀到，那这样代表什么？我川普是有挑的哦，我是要力挺你们啊，让很多人很吃味，像美国银行就很吃味，说，为什么只有他们？那当然，这些人被选中之后，就会像我们这些。科技大佬们，你还记得那一天的晚宴吗？川普很开心的看着佐伯格，你要投资多少钱？对，佐伯格，我要投资6000亿美金啊！然后再来看着微软纳德拉，你要投资多少钱？然后再来面对库克在这里嘛，库克你要投资美国啊，你是不是要投资很多钱？然后他也说什么啊？我就拿6000亿啊！所以吃个饭，每个人都掏出了什么？重点是9月的时候，那一次吃完饭之后，股市怎样？开始一路大涨，今年的股市，全球股市而不是美国股市哦，美国创下历史新高，台湾也高到让你难以想象，甚至喊到3万点嘛。其实最大做多了者就是川普这场饭局开始做多了嘛。AI 永动机还不是从这里面滚出来的，所以现在什么新的永动机，第二波的做多，第二波的永动机都来了。你看到这些人约来之后，当然就开始跟当天的所谓的这些美国科技大佬一样，所以摩根大通就怎样？在吃饭之前，他就觉得美国总统很重视我，轮到我们了嘛，轮到我们的科技大佬有贡献，他也拿钱了不少，1.5兆美金的未来10年，每年也是1500亿美金投资跟美国国安最重要的产业啦，用 AI 来带头，包括 AI 智慧、网络安全、量子运算，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跟中国竞争里面最重要的武器嘛，用 AI 带头，量子运算，中国也跑得很前面，国防计算嘛。关键矿物就是稀土嘛，所以摩根大通这些带头下去，美国这些银行都华尔街大佬都知道一件事情，川普需要你力挺 ，AI 要力挺，所以股市怎么可能会蹦啊？再来黑石马上说我也要花钱啊，20亿美金马上都投下去啊！再来西班牙一些公司也知道川普在想什么，也开始投 AI 嘛，这一波下去之后。AI 版图会更加加速嘛？不过还是有一些事实要拿出来啊。其实《经济学人》就提出一个观点了，现在股市真的非常严重，只要一个风吹草动，空头也发生嘛。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关键点？是不是股市涨太多？因为今年股市确实是创了历史新高，全世界是新高。那美国怎样吗？美国90%的投资的钱全部都在买 AI， 那如果 AI 真的没有办法贡献那么多钱，会不会真的泡沫转下来？所以贝瑞也并没有看错。那摩根大通之前摩根大通之前还算过一个估算哦，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敢放空美国 AI 的原因。美国 AI 一年要投资6500亿美金的相关的投入了，那这个金额代表什么吗？等于每年都要送太空人登陆月球一次
阿波罗太空计划大概花6500亿美金，可是你每年都投一次，每年都投一次，那时候是表演而已，每年投一次，你能够赚得到这些钱吗？你能回报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再来，这一笔钱大概相当什么？就是每个 iPhone 使用者每年在贡献苹果公司400美金，等于你用 iPhone 之外买了一个手机之外，你每年要多付12000块台币，对，才有办法赚钱。你想你有可能吗？你有可能每年在这手机上花这么多钱吗？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泡沫。如果你真的股市崩跌的话，造成的是什么？每个人的财富少8%，将近10%，美国的 GDP 将掉1.6%，美国会大量失业。那川普的美国再度伟大，不就完蛋了吗？都毁了。所以空军当然要被击杀，而且川普绝对不能怎样，一定不能让股市跌下去，这样习近平就会很开心。他怎么可以输给习近平？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这场 AI 竞赛有多重要，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所谓川普杀的跟什么一样？现在竟然连国会都要交一个所谓的国防授权法案。今天这个 AI 晶片已经重要跟什么一样？你绝对不能轻易的给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在壮大起来了。对，没错。实际上黄仁勋一直很希望说，把他这个辉达晶片卖到这个中国去嘛。他还说了，如果美国晶片没有卖到中国的话，中国还是有一天会反噬这个美国。他讲的非常多，但是目前为止来说，美国的国会还有美国的政治圈跟美国的商界，似乎现在慢慢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你看，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亚马逊跟微软，你看两家公司都是巨头，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所谓云端跟这个微软支持 OpenAI， 他们就说我们因为国会目前为止在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做这个 Game AI 法案哈。那这个 Game AI 法案里面来说有说什么呢？他说呢，目前为止国会是想要缩减就是对辉达对中国出口的这个产品。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要确保美国能够先获得相关的 AI 晶片之后，才考虑把辉达的晶片呢卖给这个中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辉达先不要卖给中国，先卖给我们美国，美国先优先供应。就没想到他们目前为止去问，因为国会需要这个民间的单位的同意嘛，所以问这个民间单位的时候，问了2家，问了微软跟亚马逊。就没想到这2家公司他们是互相 PK 的公司哦，就没想到他们居然就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是目前为止来说，国会已经要送交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把它跟国防授权法包裹在一起。因为国防授权法里面来说，就是会有明年度的国防经费嘛，对，还有一些相关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它把它包裹在一起。包裹在一起来说的话，就目前为止，如果真的假设进去国会里面通过的话，就变成是个法案。变成个法案的时候呢，到时候你看，川普要卖也不能够卖。因为目前为止，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晶片。你知道，中国目前为止有几个公司，譬如说百度，它现在就说我要发展这个 M100的这个晶片，它预计在这个2026年要上市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M300 来说是可以用训练跟推理哈。因为主要来说的话，现在大家都要往推理去，因为一开始是训练，但是推理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对，所以他们要往推理的市场去哈。另外一个阿里巴巴也是一样，阿里巴巴我们刚阿里巴巴过去有平头哥嘛，它目前为止也自研这个平头哥 PPU 的晶片，它用来训练比较小型的 AI 模型，不过比较大型的呢，还是要用辉达，但是他们目标是慢慢取代辉达晶片，可能用华为或是其他中国外部的晶片来取代辉达。所以呢，中国其实他们也想办法在晶片自主。所以我在讲黄仁勋紧张是说，你的辉达啦，黄仁勋紧张是说华为啦、百度、阿里巴巴都在自研，我打不进去中国市场，我可能会被边缘化。对，但是美国管不了那么多，美国不想再用你的，因为我就讲，中国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可以供小型模型，但是大模型还是需要辉达的晶片，这就是美国想要控制你的一个方式。好，那我就讲，那尤其是你知道，目前为止来说，对美国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其实之前的黄仁勋不是说，他说美国跟中国的 AI 差距只有奈秒等级。对，那奈秒等级来说，它差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讲，这个 AI 主要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晶片。对，晶片来说的话，美国目前为止是碾压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部分，还有应用端。我讲大语言模型跟应用端的话，中国不见得输你。为什么不见得输你？你知道？昨天美国股市大跌的原因来说，当然有一个就是类似刚才国珍讲的，很多 AI 现在好像疑似出现泡沫，大家很紧张，对不对？但其实呢，昨天晚上某些程度来说是 DeepSeek 时刻的第2个翻版。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阿里巴巴在昨天说什么？我要推出一个旗舰型的 AI 应用，要力争要追赶 ChatGPT。对，那
那目前为止来说啊，全世界我们一般在用的这个所谓你直接我们 AI 软体有分2种，一个叫 To B， 一个叫 To C 哦。To B 就是说我们企业用的嘛，比如说很多企业它可能需要用一些所谓的这个 AI 软体的时候呢，这个部分过去 AI 的这个里面来说 ，ChatGPT 跟阿里巴巴2个是不相上下。对。但是 To C 就是我们一般人用的。赵，你有用过 ChatGPT 吗？我有用过。但是你有用过阿里巴巴的 App 吗？没有，对不对？对。他现在是要推出一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他们叫做通义的 App， 他要主攻就是 To C， 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用。那他现在的立场是说，你看这个他是说准备要在这个 iOS 还有安卓系统上更新现有的通义的应用程式，然后把它变成是通义千问的 App。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用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类似用这个 ChatGPT 这样问他问题。好，对。那他说什么？他说最终目标是让这个千亿这个通义千问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 AI 代理，这也是中美2个国家业界最主要目标。什么叫做 AI 代理呢？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问这个ChatGPT， 你都可以问很多事情吗？对。但是 AI 代理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我们可以用 ChatGPT 问他说，好，今天我要去日本旅行5天，那麻烦你帮我把所有的行程还有所有的饭店都把它订好，然后就可以把它订好。昨天还有一些公布数据是什么？就是美国有一些新创公司说什么，我们用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跟美国的 AI 模型，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们用了10亿个 token， 就是用这个 token， 我们知道就是它的 AI 领域的一些所谓专用术语。他说10亿个 token 的时候，他说我用 ChatGPT 大概是1万到2万美金，这样一个数字。他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中国的 AI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话，只要2到3K， 2000到3000。最近很多数据对美国真的不利。你知道以现在全世界那种下载次数来说，阿里巴巴的城市已经快要赢过 Meta 的城市，对，所以这变成是为什么他们都很紧张，就是这样。所以也难怪为什么现在川普要抓得这么的紧。对，没错。好，那我们讲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叫 AI 冷战如何定义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很忧心忡忡。他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 AI 的模型都是 OpenAI 还有 Google 所主导嘛。他就说年初的时候，中国模型在 AI 领域里面明显落后。不少企业仰赖于 Meta 的这个浪马的这个程式嘛，免费下载就可以使用嘛。今年年初是这样哦。然后呢，去年年初，然后2004年的春天的时候，中国政府加大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施压力度的时候，他向一个中国的 AI 公司说，他们赶快，他们这个一个中国 AI 公司，他说接到来自10个不同政府部门的电话，敦促在本土 AI 模型上采取行动。10个不同政府部门都在施压你，对，你刚刚给我干，对，你给我生出来，工信部、财政部、可能国安部、公安部一大堆，10个单位给他施压，吓死了。然后施压他就说，我们会给你资金，然后9个月后，你看这家公司就 DeepSeek 就凭空出世嘛，就这样诞生嘛。然后中国就觉得哇，我们可以这个有 DeepSeek， 那你知道除了 DeepSeek 的话，还有很多城市就应用而生的嘛。我就说，你看一开始不是说，你看，因为目前企业都是仰赖于这个开源模型，就是Llama嘛。我刚才讲了，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追过了。你知道，目前为止，全世界前20款的中国这个开源模型，有前18款都是中国是下载领先哦。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确这个在 AI 应用里面，它是已经追上你了。好，那你讲，因为 DeepSeek 出来了，对，然后中国国务院李强就对官员说，我们终于有拿得出手的大模型了。所以呢，我就讲，这是中国用这样的态度。对，那美国呢？美国当然。这个川普至少他不能够这么明白，但是他至少要先把眼前的这个石头把它搬开嘛。所以才跟你讲，川普他不希望人家做空，就是这样，你不要做空这个 AI 股啊，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中国除了他支持这个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然后给你整个电力的这个支持之外，你看这还有什么？华尔街这个所谓朝鲜日报报道，他说什么？他说呢，这个中国的 AI 的这个芯片短缺严重，然后政府出手优先供应华为，什么意思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中国的因为中国不能够用台湾的代工嘛，对，所以他们只能用谁代工？只能用中芯嘛，对不对？那中芯代工的时候，你知道中国怎么做吗？中国还直接跟中芯说，我跟你讲，你那个产能呢，优先分配给华为，就是华为的这个所谓升腾系列，你要优先帮他做就对了。那你知道他说的，摩根士丹利9月报告说，如果华为委托中芯生产最新款的 AI 的晶片升腾910C 的话，他说什么？每生产100片。只能够出现
会出现95个刺片，对啊，良率非常烂，良率只有5%，然后结果他还是硬要吹，没办法，所以他就说你要给我弄就对了。100片只有5片是好对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中国还利用一个方法是什么？他就偷。虽然说现在美国是不能够卖给这个中国的这个辉达晶片，对，他用的方法是这样，这是这样。第一个，辉达先卖给一个所谓矽谷的公司，这个矽谷的公司叫做这个 Airverse 的公司，但是 Airverse 公司呢，它有1/3的公司呢是由中国的科技浪潮是做伺服器，对，那但是层层的关系哦，就等于是说，你看这个 Airverse 呢，它的母公司，然后它的母公司的投资者是浪潮，所以等于是层层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仔细查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觉得它跟中国有关系。它是矽谷的公司，然后它有一个母公司，但它母公司的持股1/3是浪潮科技，所以这样层层叠叠。那这是因为被破获，你才知道嘛，不然你根本不知道。好，所以它事实上这个 Airverse 是跟浪潮有关系。好，那这 Airverse 呢，他拿到辉达的晶片，他就说，我要到海外去发展，他就跟这个印尼的电信供应商呢 Indosat 谈生意。就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伺服器，你要不要买？结果他就买了，他就用1亿美金呢，然后从 Airverse 买了32台辉达 GB200的伺服器机架，然后每个伺服器包括72枚的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好，那这个晶片是2300枚，好，所以他把它放在什么？放在印尼。对，那你放在印尼的时候，那你想说这个印尼的电信商，那你要给谁用？因为印尼现在也没什么语言大模型，就那好，他就说他获得了一个公司来投资，那是什么？中国的一个上海的 AI 初创公司叫无线光年，他说我们要租用你的 AI 伺服器，所以就用这样10月来说的话，他们已经开始交付，而且在安装之中了。那这个无线光年它用什么？它要训练所谓金融应用，还有药品研发等科学研究。世聪，我这样一路听下来，这一系列也太厉害。是。结果你刚刚说的这一间公司，它后面的母公司，它所谓的投资者。现在出来了，对，是他，是叫做7元，是7元，这是谁？是没有人听过，哦，厉害了，对，他是阿里巴巴最早的机器学习科学家之一，对，所以他背后就是阿里巴巴在玩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这我们看到2家公司，就是一开始你去买的这个 Airverse 的上面是浪潮，对，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无线光年，就应用端，它后面来说是7元，对，那7元再上一层是阿里巴巴。所以他们都用这样层层叠叠的架构，你美国要查，你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已经买到，我已经开始用了，所以你就没办法哈。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不择手段。他从这个国外来说话，在进口这个算力的这个方法，就是他们这样做。好，那我们讲，因为你讲辉达，如果我跟他讲，如果辉达的晶片被变成是美国的战略物资，你不能随便出口的时候，会有一天会变成怎样？台湾的晶片你也变成是战略物资，美国可能要管你啊！你搞不好通过什么方法，这个别的人可以拿到你的这些所谓的相关的产品，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晶圆厂不用废话，目前为止美国一定在紧盯你里面的客户是谁，你要给我交出来，你不能给我乱来哈！所以这就牵扯到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跟美国在进行关税谈判吗？对，那就有人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可能要付什么3500亿到5500亿，就介于日韩之间的钱啊，要怎么样的状况啊？对，然后就有人说，我会有重大进展的一个状况。但我跟他讲，事实上台美的这个所谓关税的争议，从来就不是在对等关税，事实上在232关税里面的所谓的半导体关税。对，美国很想，我跟你讲。就我所知的，美国很想把台湾的半导体牢牢的锁在他的手里面，可是我们台湾当然不愿意啊。对，那不愿意，双方就会有一些争执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才说，其实关键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来说，听说我们投资这个3500亿到5500亿的时候，是用企业的名义啊，就是说台积电的1650亿可以算在这里面啊。那这样加种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台湾现阶段的负担应该也不会太大，但是是要等到美国来宣布，我们才知道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不过呢，我就讲，既然美国都说我要管制晶片出口到中国，那是什么意思？晶片变成是一个武器啊！对。不过我才跟你讲，这就是我觉得这国家的利益之上，我觉得台积电应该也要遵守国家的法令。如果真的我们政府或者我们国会达成了这样，就是未来谁欺负我们，我们就用这个晶片封锁它。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行的这个手段，只是说台积电到时候可能会蒙上一些损失就是了。宇轩，我们刚刚讲。AI 的这个大战里面，习近平当然想要去赢过川普，但川普现在紧紧的锁着，而习近平还有一个梦想，还有一个战略是什么？我要把我的人民币推广到全世界去。结果没有想到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糟糕，踢铁板了。踢什么铁板？你看英国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他直接说，我踢掉所有的货币，我现在只用美元了，等于是你人民币
你不用混了。这等于是1石2鸟。为什么？因为这个伦敦金属交易所在最近近年以来从原本交易所谓的3万手，一路成长到27万手，而且它所处理到的项目是什么呢？刚好都是我们很讲的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铜，甚至是贵金属，也就是现在在半导体领域以及电动车领域呢，会大宗所使用到的一个期货交易。结果突然间呢，冷不防的完全没有任何预警，他直接公告一件事情说，未来所有非美元我们都不收，只限用美元来做交易。而其实，在稀土这一块的领域上，那我请问一下，哪一个的货币其实最多？其实人民币非常多。对，你说什么其他的日元、欧元那个都是小量。所以我懂了。你看今天我们挑的这2个，中国它急死了。我想说这是假的事情吧？我们去搜了其他外媒有没有去写这个事情？没有啊，你看到都是中国的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难怪宇轩说。它是人民币最大宗都在这里，对，因为中国人最关键，而且在网络上全部踢了跳脚，说美国就是慌啦，怕他的那美元霸权被我们人民币给抢走了。但是各位啊，你仔细看这是 LNE， 也就是我们讲的伦敦的金属交易所，对，它的公告里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它就是写说不可以，你要 non-USD metal option， 换言之，今天除了美元之外。其他都不能用，所以你看本通知确认11月10号开始暂停所有美元以外的金属期货交易，而且呢，未来这一部分的改革呢，将支持到可采用自动到期部分。由于非美元金属的期权呢有多年未成交，所以 LNE 已经决定暂时停止其交易。但请问一下各位，这是真的假的？他说是因为很多人都没在用了啦。我跟你讲，绝对不是。你自己想想看，英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刀很显而易见是对着中国，包括你的贵金属也好，包括你现在想要把人民币本位趁着美元弱势的时候抢过这个主导权嘛。而且不只是如此，中国动作真的频频。金融时报报道，在目前为止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货里面去美元这样子一个策略，而且甚至透露呢，印尼现在也打算要去发行。然后你看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上，因为中国的策略的关系，它也趁你病要命，想要急速的上升。但是我们人还是要回归现实。刚刚讲的是它对外的部分，但你知道吗？对内的部分它光是一件事情都出问题，贷款。很多人都知道贷款是银行很重要的一个业绩指标，但是呢，像台湾因为有新青安以及房贷非常热络的关系，所以往往我们之前传出的新闻是说台湾的贷款全部都满了啦，贷到没办法贷。中国不是，中国是呢没人要贷呢，他想尽办法用骗的难怪会有层次。他怎么骗呢？他直接跟你讲，银行会打电话给你说，赵和先生啊。我们认识很久了嘛，你帮我个忙，我借你1000万好不好？我借你1000万，你说我干嘛要跟你借1000万？我又没有资金的需要。我讲，那你不用付利息，你什么都不用付，有这种好事？就我借你，然后你都不用付，第1个月我帮你付，然后你后来马上还给我，这样就好了。我就做个业绩啊，拜托一下。就中国现在70%-80%一大堆搞这种飞机出来，所以根本是假的借款。对，你看这是他一个零件商做汽车的，他说。一个中国最大的银行要求我贷500万人民币，给他斗500万2000多万他说来资金存入银行11月还款，同意的话呢就帮我支付贷款利息，而且经理一直打电话，我都跟你讲我不需要跟你一样，说这样，但我好了，我帮你忙了，反正我不用付钱嘛。然后你看浙江也是一家银行工作的这是业内人士直接跟你讲说，很多银行要求申请所谓的消费贷款。那只要持有几天就可以还款，等于说我把钱借给你，你就放在你的皮包里面，隔没多久之后呢，你再把这个付出来，所以全部都是套假的，甚至是连国务院也是中国官方都注意到这个问题，说很多信贷投放虚增空赚，其中5167页即贷即收。什么叫即贷即收呢？就我贷出去之后，你马上还我，我贷出去你有什么贷款的意义啊？有啊，因为要考核啊。绩效考核，所以说这个人他贷的非常多，然后考核完钱还来，对，搞什么？考核完马上还，然后呢，最后呢再把这东西全部都存回去，甚至一大堆监管机构，比如说你像这个青岛银行，都因为这样被罚。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凸显出一件事情，中国内部对于投资的需求大幅度的降低。再第二件事情，中国内部呢产生类似我们讲的通货紧缩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对于资金非常的不需要。所以你看这是他们贷款历年的我们讲成长幅度，原本在2017年的时候成长幅度大概每年年增率还有14%，就来到2025年的时候只剩
剩6%，代表中国的内需很惨嘛。但内需很惨哦，他们就是熊康熊胖掏个下火将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去到中国机场，各位提醒哦，这也跟金融有关。我们刚才讲那个叫做工商银行，是中国的国企银哦。我们现在讲的呢也叫工商银行。你知道，当你去机场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一个人，他就很热心说啊，先生，您 check in 吗？啊，您要登记了吗？啊，我跟你指引，我帮你忙哦。他就在旁边很热心哈，开始一直跟他攀谈闲聊。他说啊，你有带证件吗？我们要查核一下你的身份。然后呢，你如果把证件拿过去呢，你就是噩梦开始。你看哦，穿着这样子哦，我们讲的打的套装的一个女士，对，旁边西装笔挺。你看他拿他的证件，他把他的证件拿来拍，对，正面反面通通拍。对，你知道他在干嘛吗？在干嘛？他就用手机 app 迅速的帮他办一张信用卡。不是你不是要帮忙我吗？对，帮你办。我不要卡啊。他不会跟你讲哦，他就偷偷摸摸的哦，就是找另外一个人吸引你的注意之后，开始跟变魔术一样，手上开始都快速扫，就是要把你想尽办法呢。你如果说一个不注意了，你就被他办一张卡，太可怕了吧！而且你知道办这个卡哦，还有够费。信用卡是什么呢？就是拿信用来去消费，它不是办完这个烂卡之后呢，你要存钱哦。那你要存，可能比如说有人就存了2000块嘛，但存2000块，你会发现说你只能用1000块，这是诈骗。他的1000块，就诈骗，你就被他骗走了，我就被银行吸走了。对，然后重点是什么呢？这些人哈，他们是跟机场租场地的人，他们是外边的民营公司，但是他们根本不是机场的人，但他们穿的跟机场的人一模一样哦，等于是在骗钱。那是因为刚好这个人哦有带这个我们讲摄像头，所以呢特别把它拍起来，然后呢才有办法，因此哦能够破获这个骗局，甚至是破完之后呢，他还反客为主。本来是这些人一直跟骚他，现在变成是他一直跟骚他去拍那些人。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情况，因为中国网友都在反映说，各地机场都有这个状况，所以你想想，想要拼人民币霸权本位，先顾好你自己民众荷包里面的人民币。瑞哥，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有多惨？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进地铁站的时候，我要去刷那 QR code， 结果因为有广告，我没办法刷，我不知道怎么办。结果现在中国更厉害了，双11，我为了要增加我淘宝，你要赶快过来买，还有摇广告。摇的不成，或者我不小心碰到，我就变成进去淘宝购物了。这什么东西呀？对，没错，本来是一个这个很有创意的，就是说，你把手机摇一摇，然后呢 ，APP 进来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广告啦，还是你要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页面啊等等啦。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你要去这个因为你的QR code 要扫 QR code 才能进车站嘛，结果不小心摇到了以后呢，全部是广告，你要把广告全部都跑完以后才能够进那个车站嘛。那么现在更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你知道，手机不是都是年轻人啊，手机有很多老人家，对不对？对。那么很多老人家了以后呢，那边一个不小心摇到以后，广告就来了嘛。那结果呢，广告来了以后呢？现在发生一个现象，为什么？广告来了以后呢，它关不掉，它关不掉，电商太厉害了，真的假的？严格来讲，它是可以关的。对，那它关的方式就是你关了这个以后，砰，跳另外一个出来，然后呢，关了另外一个以后，砰，跳了第3个广告出来，所以你要一直关，而且要命的是那么崭新的手机，那越是崭新的手机呢，它的 APP 甚至于会自己下载 APP， 也就是说你不是自己没有下载这个 APP 呢，它新的 APP 自己下载了，然后呢，你一个不小心按到，我跟你讲，到了你会觉得说，你那个 APP 会自己下载，它是 APP 搞一个无性生殖哦。对，没错。那么事实上，像这样的一个关不掉广告，以前只有在干嘛会发生？在偷看那种色情频道的时候，就那种色情频道什么的关不掉吗？那一个你想把它关掉，它不让你关掉，为什么？因为它希望你来加入会员嘛，所以呢越点越多，点不完等等就要把这个手机强制关机。现在变成这个 APP 一直跳出来，广告跳出来，好。那很多人就想尽办法，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处理把APP 移除嘛？他现在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刚刚说的是不小心摇晃摇晃到，那我就想尽办法不要摇晃嘛。不要摇晃，把手机关起来，把手机等一下呈现这种静止状态，不就好了吗？现在他们更厉害了，他们发明了这 APP 呢，就算不摇晃，只要你拿着手机，广告就跳出来了，你知道吗？假的没有错，你拿在手上或者是放在桌上，就是你静止不动，广告都跳出来，会自己跳的，他自己跳广告，而且跳很多广告。那老人家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一直跳广告。年轻人本来就不耐烦了，那更何况老人家呢？那么除此之外，最近还发生一个可怕的现象。刚刚不是说那个广告跳出来吗？对。那么现在呢，
你只要有在线上购物，因为很多人习惯在线上购物，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为什么？你要绑这个怎样绑淘宝绑什么东西，绑一大堆不管你绑金融卡，绑反正你用手机，一个手机就是万能了，那个你的现金都不用带嘛。好，那你是不是常常会购物，对不对？那你常常购物会，这个 APP 是超能的，是 AI 的，它帮你记忆，就是说你会用这个相关的购物嘛，它帮你偷偷的设了几个键。你看那几个键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用手机，尤其老人家不好意思不小心的话有时候可能嘣按一下嘛，对，他就自己购物了，他就帮你下单了，他就自己下单了，也太智慧了，就完成交易了。然后完成交易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可能要收到东西以后，我什么时候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干嘛的？然后你真的有买，为什么？因为你不小心按到，你可能碰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什么键，他就自己帮你直接下单的，直接购物。中国大陆的那个经济状况呢，每况愈下了以后呢，还有我觉得跟习近平那时候不是还记得吗？马云哇，那时候找来李连杰，找来谁啊？这边打拳干嘛的？那找来那个很多的大荧幕大明星啊，这边表演干嘛？到后来因为打贪打腐了以后呢，就不准再张扬了嘛，所以整个111购物节下降了以后呢，包括包裹以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2、3年前那个包裹满山遍野的，那非常大家都这个来不及出货，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包裹呢，事实上呢非常的少，然后少到这些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只剩下这样的一个包裹，以前是满的，以前是溢出来满出来，溢到都没有办法送。这个货车基本上是空的，对，你要去送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外送员也是一样，那么很多人。以前那111的时候，那个单子跑不完。现在这些外送小哥外送小妹都发现一件事，就是那个111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单可以跑啊，你就知道，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多差。那么除此之外呢，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什么呢？有人放谣言说，在内蒙古有一个白菜园被冰雹打了以后，大家可以免费捡。你说的就是这个。对，我跟你讲，它是个谣言。你要知道，他在那个网络上面这样讲说被冰雹打所以呢这个菜园的主人呢开放大家免费去，就跑了好几百个人，全部跑来摘掉都来抢菜，就把菜给抢光光农民损失这个小 case， 这个损失100多万人民币，就没想到呢，后来呢还有北京传来什么呢？芋头园的芋头可以免费拿。少和刚刚不是讲说100多个人去抢那个白菜嘛，对不对？那北京这个芋头，那本来地主还冲出来跟大家这个等于说你不要这样子。对，后来来了太多人，他要拉那个线拉那个封锁线都来不及，最后报警警方来傻眼了，为什么人太多？2万人，我要怎么抓？抢了就走，把芋头拿了就走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是在超市里面不是开超市，人家要赚钱，他在干嘛？还吃菜？花椰菜的那个根那个根茎有没有？根茎不是大部分人不喜欢吃嘛，对不对？他把它啃掉，不是一个人之外，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在啃菜。你这样把它啃掉有什么功能？这个花椰菜是不是变轻了？对，变轻了以后变便宜了。对。可问题是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啃呢？那很多人在那边啃说。会不会到时候你啃一啃你不买了，要把它还回去你就为了贪小便宜，为了在结账的时候省一些人民币，就最后直接在超商里面啃花椰菜，不可思议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